嗨嗨，你们催更的红黑数来啦！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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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红黑数的基本概念呢，就是把二三数中的三节点分裂成两个二节点，且用红色链接连起来。其他的所有原来的二三数的链接呢，都是黑色链接。然后呢，我们的搜索和二叉数搜索，然后二三数搜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多赘述，就是根据大小向左向右走而已。然后我们会牺牲一点点的效率，但是就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它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牺牲这个效率，主要是因为它的高度会因为红色链接的缘故变得更高，所以在搜索中的最差的这个 worst case，就是最差的情况呢，就是会相对效率要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对比，就是 AVL 数和这个红黑数，这个 RBBST 就是 Red Black Binary Search Tree 的缩写，就是红黑数嘛。就是它 AVL 数和红黑数的这个 best case 就是最好的情况，它的搜索效率都是一样的。而最差的情况呢，这个红黑数就要比 AVL 数稍微要差一点。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搜索效率还是取决于高度。那它这个其实最差的这个情况就是2log2n 的这个高度其实是很少见的，除非我们是里面含有大量的红色的链接。那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转换成红黑数的这个二三数中只有二节点，意思就是说它会是一个完美平衡的二叉数，且没有红色的链接。最差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转换成红黑数的这个二三数里面只有三节点，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相等数量的红色链接和黑色链接。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呢，是我在这个红黑数的视频中主要讨论的是左倾红黑数。左倾红黑数呢，和传统意义上的红黑数是有一样的理论性质的，但是它会比传统红黑数要相对好实现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学习二三数的时候呢，会进行一种把三节点中的这个数据旋转到附近二节点中。但是我们在红黑数中呢是不进行这样子的操作的。那么我们具体怎么把三节点分裂成两个二节点呢？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三节点储存了数据 K1、K2，我们呢把较大的那个数据 K2 作为父母，然后 K1 作为它的左孩子，就是较小的那个数据作为它的左孩子，然后用红色的链接连起来。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已经画好了的二三数，对。然后我们把 K2，也就是30，给这样取出来，用红色链接连到它的第一个这个数据，也就是 K115，然后黑色链接连到15的孩子10和20，然后我们同样要分裂这个三节点，也就是32和39。那我们把39作为父母，用红色链接连到第一个数据，也就是32，作为它的左孩子。然后我们把这个 subtree 子数连接到最后的这个30的这个根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呢，我们这个转换前的二三数和我们转换后的这个红黑数呢，拥有的那个空指针的数量是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1、2、3、4、5、6、7，七个空指针。这里1、2、3、4、5、6、7，7个空指针。
然后我们的黑色链接的数量也都是一样的，看到1个、2个、3个，1个、2个、3个。那么我们视频中讨论的这种由2、3数演变而来的左倾红黑数呢，有以下4点这个不变的性质。第一点是它的根永远都是黑色的。那么要维持这条性质，我们只需要在每次插入完一个节点之后，手动把根设置为黑色就好了。第二点，我们的红色链接永远指向左边。要维持这条性质呢，我们默认所有插入的节点的链接都是红色的，然后我们再去处理遇到的这个指向右边的红色链接的情况。至于怎么处理呢，后面会说。第三，所有的节点必须有至多1个红色链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有2个红色链接，因为如果我们有2个红色链接，就意味着我们2、3数中呢是有一个4节点存在的。那我们就因为不能把那个多余的数据旋转到其他附近的节点里面，所以我们最终是要通过分裂来解决它的。我们在之后的这个插入的例子中呢，会看到3种解决它的方式。第4点呢，是我们这个根到所有叶节点 leaf node 的距离，就是这个黑色链接的距离呢，必须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从根到这个叶节点不是会向左向右走嘛？它经过的所有的这个链接中，黑色链接的数量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完美的黑色链接的平衡。要保持这个性质呢，其实只要我们保持好以上3条性质，就可以自动的保持好这条性质了。然后我们默认插入的所有的这个节点都是红色链接来连接的呢，这个也会帮助到来保持这条性质。那么我们来用实例看一下，我们遇到这个指向右边的红色链接，或者遇到2个红色链接，这2种情况分别该怎么办？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指向右边的这个红色链接，那我们需要用到 AVL 数里面教过的这个旋转，具体是哪个旋转呢？是向左旋转，也就是把30这样转上来，把15这样转下去。那我们就会有30，注意30连到15的这个链接呢是红色的，然后15，然后30的右孩子呢是它原来的右孩子，名为 D 的子数。15的这个右孩子呢是30的左孩子，也就是这个名为 C 的子数。然后15的这个左孩子呢还是1，然后1的左右孩子子数 AB。就还是和原来一样，对，就是我依然是用三角形来表示这个子数。那我们称这种方式为 rotate left。然后我们看到第2个例子，我们有这个2个红色的链接。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指向15的这个链接是黑色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 flip colors， 也就是说把这2个红色的链接变为黑色的链接，然后把这个指向15的黑色链接变为红色链接就可以了。然后注意，这个 rotate left 和这个 flip colors 是我瞎取的名字，就是我们需要为这2种行为来命一下名，因为之后我们会运用到这2种行为的组合技。那么我们现在用具体的这个从空的数来构建出一个2、3数和一个对应的红黑数的实例，来看怎么把节点插入这个红黑数。对，那我们首先插入55。在2、3数中就是，然后红黑数中是一样的。这个箭头呢，这个箭头就是指向这个我们的根，相当于一个 reference。对。
然后我们再插入80，那23数中呢就会变成一个3节点，像这样。然后在红黑数中呢，因为80比这个55要大，所以我们要插入到右边。然后我们默认所有插入的这个节点都是用红色链接，所以我们要用红色链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红色链接呢，它是指向右边的，所以我们就要向左旋转 （rotate left） 来把80这样转上去，把55这样转下来，也就变成了80，然后红色链接连着的55。然后我们再插入90，那在23数中呢，就会得到一个暂时的4节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4节点分裂成为这样。那在红黑数中呢，就我们看到90比80大，所以我们一样是默认插入的是红色链接，然后90插入进来，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2个这个红色链接了，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 flip color， 也就是把这2个红色链接变成黑色链接，然后把原来指向80的这个黑色变成红色。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指向根的这个链接呢，永远都得是黑色的，所以我们还是得把它设置为黑色。然后我们再插入85，那在23数中呢，85比80大，比90小，所以我们就是把80的这个右孩子变成一个85、90的3节点。然后在红黑数中呢，我们就从根出发，80比80大，然后90比90小，然后用红色的链接插入进去，插入到左边85，然后我们再插入66，那我们就会在23数中得到一个这样子的3节点。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红黑数中呢，一样，我们从这个根80开始，比80要小，我们向左走，然后比55大，我们向右走，然后插入这个66，然后我们发现这里又需要向左旋转了，也就是把66这样转上来，把55这样转下去，那就变成了66，然后红色链接连着的55。那么这里我们就有3种情况，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会遇到那个有2个红色链接的情况之一、之2、之3就会在这里出现。对，我们之前说过有3种解决它的方法。那么这里第1种情况，我们插入70。那在23数中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暂时的4节点，也就是55、66、70。因为按照大小嘛，它比80小，然后比55和66都要大。然后我们再把这个66往上推，变成66、80的这样一个3节点，然后55和70变成它的2个孩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红黑数中呢，我们从根出发，比80要小，我们走左边，然后比66要大，我们走右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flip colors， 也就是把这个2个的这个红色链接都变成黑色链接，然后把指向66的这个黑色链接呢变成红色链接。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我们插入40，那在红黑数中呢，40比80小，比55和66都要小，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暂时的4节点，然后我们把55往上推，就得到了55、80的这样一个3节点，然后40和66就分别成为了他的2个孩子。这个情况跟加入70是差不多的，但是在红黑数中呢就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看从根开始，40比80小，比66小，比55小，所以我们还是默认用红色链接，然后把40插入到这个红黑数中，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55这里有2个红色链接，但是我们的性质呢是每个节点至多有1个红色链接，不管是他的孩子还是父母，他至多只能有1个红色链接，所以这个情况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要修正它。那么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向右的旋转，这个也是 AVL 数里面学过的，就是把这个55这样转上来，把这个66这样转下去，变成55、40、66，这是第一步。我们还是在55这里有2个这样子的红色链接。那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符合了 flip colors 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flip colors， 把这2个红色链接变成黑色链接，然后把指向55的黑色链接变成红色链接。然后第3种情况呢，我们插入60，那么在这个23数中，这个60比80小，然后在55和66的中间，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55、60、66这样子的一个，对吧？对的，这样子的一个暂时的4节点。然后我们把60往上推，得到一个60、80的3节点，然后55和66分别是他们的2个孩子。然后在红黑数中呢，我们的60比80小，比66小，比55小，呸，比55大。我在干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走，然后我们默认用红色的链接来连接它，然后插入这个60。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出现了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我们这个55有2个红色的链接，且这个其中一个链接它还是指向右边的。那我们要修复这种情况呢，就要经过一系列相对要复杂一点的步骤。我们首先做一个向左的旋转，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60这样转上去，把这个55这样转下来，也就变成了这样。然后红色链接连着55，然后我们再做这个一个向右的旋转，也就是把这个66这样转下来，把60这样转上去。对，我知道这有点复杂，这个具体的旋转呢，可以翻到我之前 AVL 数理那章的旋转部分去看具体的旋转方法。我在这里旋转呢就会稍微快一点。总之我们旋转完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60、55、66这个样子的。对不起，这里是红色的，这个样子的这个一个数，子数。对，然后我们又符合了 flip colors 的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再把这个 color 呢给 flip 过来，就把这两个红色的这个链接变成黑色链接，然后把上面这个黑色链接变成红色链接。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呢，只需要进行一个 flip colors 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先是进行了一个向右的旋转，然后才 flip colors。而第三种情况呢，我们先进行了一个向左的旋转，再进行一个向右的旋转，最后 flip colors。至于删除节点呢，因为我们的这个 hard deletion， 也就是从数据结构中把这个需要删除的数据的节点给直接抹除、抹杀、删掉的这个行为过于复杂，所以我们这里暂时跳过，来讲一下 soft deletion， 也就是我之前在23数的视频中也有提到过的 mark and sweep 的方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删除节点不再是把这个节点从数据结构中删除，而是我们用一个flag，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 boolean 的 type 吧，是否的这个数据来标记这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有这样子的标记，标记它是否被删除。被删除呢，就表示它可以被这个垃圾回收处理掉了，对吧？但是我们在它垃圾回收处理之前呢，可能也会有需要再用到这些说是被删除了的节点，对吧？那么我们也会每过一个时间段，就是每隔一个周期就进行一次 sweeping， 也就是说我们会创建一个新的数，然后我们把所有被标记为没有删除的这个节点呢给插入进这个新的数里面去，然后我们再删掉所有原来的这些节点。当然，这个删掉所有原来节点的这个行为呢，在 Java 或者是 Python 里面会自动的用 garbage collection， 也就是垃圾回收处理的这个程序语言，它自动会有的这个功能，会直接帮你处理掉，就不用担心。